栖霞阁，叶欢颜久久未收到派出去的枸杞两兄弟的回音，心不由得一点点往下沉。他取出传讯石，联系灵医谷看守命牌之人，询问枸杞二人的命牌情况。圣女，高长老和赵长老的命牌碎了。废物，真是废物！叶欢颜面容扭曲，啪地砸了手中的传讯石，一道不悦的声音随之响起。看你这出息，为了一个炼丹师大比的魁首，至于吗？神尊，这个名动九州的好机会，我已经等待多年了。结果被那什么仙医抢了风头，叫他怎能甘心？穿越前，他出师未捷身先死，没能取代那个女人星际女王的地位，留名寰宇。在这一时，他总要让叶欢颜之名响彻九州。神尊，也就是羽化，算是看出来了叶欢颜对名声有着极重的执念。行了，明日本座会亲自出马，到时没了那什么仙医，你还是拿不到魁首，可就怪不得任何人。多谢神尊，白翩翩君实生之流不会是我的对手，只要没有那仙医，魁首必然属于我。羽化栖息在叶欢颜神魂里的神识悠悠冷笑，若非这蠢女人是不沾这个世界因果的意识之魂，他才懒得在她身上花心思。翌日，南嫣然同宋墨兄妹前往炼丹师总工会参加最后一轮比试。南嫣然的到来瞬间引得场内外所有人的注目，他前3轮比试带给众人的震撼久久不散。炼丹速度奇快无比，极品丹药一炉长丹30克，无需实体丹炉仍能炼丹。每一桩每一件都令九州各地关注着炼丹师大比的人瞳孔地震，心潮澎湃。今日的终极比试更是高高吊起了所有人的胃口，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位年纪轻轻的仙医今日又会带给他们怎样的感官盛宴。天际广场上，在上一轮比试中晋级的100位炼丹师皆蓄势待发，军舰淡然的目光在台下100人脸上一一掠过，到南嫣然的时候停顿了一下。昨日第3轮比试结束后，他正要安排人去行刺此女，让她无法参加今日的比试，给她的伤耳疼位置，却收到了主上的传讯。主上就一句话：明日的比试场上，本王要看到那位仙医。主上的意愿，借他军舰100个胆也不敢违背啊。行刺那仙医的想法也只能吞下肚了。军舰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唇角紧绷的军石伤。伤儿，对不起，祖父无法为你扫除障碍，委屈你了。40道，军舰清了清嗓子。本届炼丹师大比迎来了最后一轮比试，此轮比试没有任何限制，诸位用自己的丹炉和灵药炼自己当前所能炼出的品级最佳的丹药。最终，本会长与10位长老将依据丹药的品级、效用、市场价格、炼制时长等因素判定诸位的名次。诸位准备，比试正式开始。众长老精神一振，相互交换了眼神。一名长老道：你们说，他目前所能炼制出的品级最高的丹药是几品？这个他指的是谁不言而喻，这个问题也是场内外所有人想知道的。方长老看了一眼军舰，弱弱的道：反正不可能超过咱们会长的7品吧？肯定不可能啊，古往今来哪有10几岁的7品炼丹师啊？还是有的，药王传人9弟就是。那是1000年前，1000年前丹道文明比现在鼎盛多了，也就这一例了。是啊，九州的丹道早就已没落了。梦神山山顶，5位风采卓然的美男子看向躺在浮尘上的老者。师尊，你说师妹会炼几品丹药？问为师作甚？
看下去不就知道了？这不是想着师尊您能掐会算吗？想请您算算。不算，算了还有什么惊喜？行吧。比试场上，南嫣然不紧不慢地取出流焰鼎和所需的灵药，面色凝肃。他准备炼制9品丹药九转金丹。9品丹药何其珍贵，而九转金丹是9品丹药之中最珍贵的丹药。不管受了多重的伤，只要还有一口气，服下9转金丹，立刻便能生龙活虎起来。南嫣然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炼成9转金丹，不过他想挑战一下。9转金丹的丹方倒不是绝密，所有炼丹师势力都有。他的问题不在丹方，空有丹方炼不出来也是枉然。即便是9品炼丹师，也不一定能炼出9转金丹。炼制9转金丹的10几种灵药，南嫣然是在空间里世外天内千亩灵田中采摘的，灵气浓郁，药力满满，年份皆在1000年以上。南嫣然全神贯注，细细提炼着灵药的精华。关注着南嫣然的人，自然第一时间留意他拿出来的灵药。赤血玄参、天星草、幽灵骨藤、黑布果，这些不是炼制9转金丹所需要的灵药吗？天哪，9转金丹，是我想的那个9转金丹吗？不然呢？9转金丹还有第2种啊？9转金丹可是9品丹药啊！老天，仙一他是9品炼丹师，不可能吧？明显不可能啊！再有天赋，年纪摆在那里，居然要炼9转金丹，他可真敢想。仙一不用实体丹炉都能炼出极品丹药，我觉得没什么不可能的，拭目以待吧。围观天幕的九州人士兴致高涨，热情被点燃，甚至许多地方还就南嫣然能否成功的炼出9转金丹开设了赌局。隐匿于虚空某一处的妖媚男人转动了一下脖子，笑了。9转金丹，看来不用本座出手，此女自己就把自己淘汰了。哼，连神庭都不存在10几岁的9品炼丹师，更别说区一个小世界了。君见南嫣然要炼9品丹药，胡须不受控制地抖动了2下，身体紧绷。若此女成功炼出9转金丹，就是9品炼丹师，那他这个炼丹师工会会长的脸往哪搁呀？他是7品炼丹师哎！君见暗自祈祷，希望事情别往他不想看到的地方发展。南嫣然提炼灵药精华的速度虽相比昨天和前天慢了些，却仍是场上最快提炼完毕的那个。他心念一动，神秘瑰丽的紫色火焰于他掌心冒出，南嫣然素手一挥，混沌圣火落于流焰鼎底部。他已经神力控火，依次将灵药精华放入鼎中。好的丹鼎和丹火无疑有助于提升丹药的品质，以及增加炼丹师成功炼出丹药的几率。混沌圣火一出现，立刻引发了新一轮谈论。啊，那是什么火呀？也太美了！紫色的火焰，难道是幽冥紫焰，还是极地冰焰？只知道这2种灵火是紫色的。仙一之前都是用火灵力催发的火做丹火，我还以为他没有灵火呢。原来人家不仅有，还完全收服了，可以随意释放使用。哎，不管是什么火，反正不是我的。看到混沌圣火，虚空中的妖媚男人瞳孔一缩。这火，王上曾说过，要想凝聚神格，提升成神，须得经受某个种族的传承之火的洗礼。内火名为混沌圣火，颜色呈紫色。此女的火会是王上口中的混沌圣火吗？这个念头一出，妖媚男人又立刻否认了。不，王上亦说过，除非天地合并，否则能收服混沌神火的人永不会归来。此女的火就是恰巧撞色了而已。妖媚男人甩了甩头发，冷嗤一声：天地合并，开什么玩笑？王上他在成魔之前又是怎样的存在呢？在南嫣然之后，
白翩翩、君时商、叶欢颜亦使用了体内的灵火做丹火，同样吸引了众人的注目与谈论。白翩翩三人的家世背景摆在那儿，火灵力催发出的火是凡火，三人能拥有高于凡火的灵火，众人羡慕归羡慕，倒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叶欢颜看着自己的粉橘色火焰，嘴角翘起。这可是神尊帮我寻来的灵火，在一众灵火中，品阶也是排在前列的。神尊已经答应帮我料理那个仙医，今日我叶欢颜必夺魁。君时商凝视着身前的丹炉底下名为焚焰的蓝色火焰，想到此火的前主人，他眼底浮现一抹鄙夷。那女人不过是一个低贱的旁系庶女，却整日削尖了脑袋想要挤进我君家本家，攀附权贵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这也就罢了，她竟然还敢肖想我这个本家嫡出大少爷，真是痴心妄想。以为把焚颜献给我就能嫁给我，进入本家当少夫人。不好意思，焚颜我君时商要了，人就算了，给他留个全尸已经是我厚道了。广场上药香弥漫，100位炼丹师全情投入，炼制自己目前的实力所能炼出的最佳丹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人结束炼丹，有人凝丹失败。2个时辰过去了，南嫣然额头上已布满了细汗。此次炼丹对精力的消耗是他炼丹以来最多的一次。好在鼎中的灵药精华终于完美融合在一起，要开始凝结成丹了。不过南嫣然半口气也不敢松一下，不到最后一刻，他的心神不会放松。9品丹药丹成时会迎来丹劫，成功渡劫后，丹药会生出灵智，智商与人族10岁孩童相当，可化形成人或兽。又1个时辰过去了，场上只剩下南嫣然一人，他唇色发白，里衣已经被汗水浸透，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南嫣然和他身前的丹鼎上，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就在这时，浓郁的药香自流焰鼎中喷薄而出，席卷整个炼丹师总工会，盖过了其他炼丹师炼制的丹药的药香。所有闻到这股药香的人顿觉神清气爽，疲惫不适烦闷通通一扫而光，一些身体有些小毛病的人更是当场不药而愈。叶欢颜边贪婪呼吸着药香，边暗暗焦急。神尊怎么还不动手？居然把此女留到了现在，此女这是要成功凝丹的节奏啊！叶欢颜这个念头刚闪过，阳光褪去，四周昏暗下来，广场上空暗紫色的雷鸣鸣，电闪雷鸣。南嫣然神色一凛，丹劫来了。见丹劫降临，妖媚男人不再隐匿于虚空中，换了个地方藏身。男人便是叶欢颜在心中疯狂催促惦念的神尊羽化。在暗中窥伺的羽化，并不是栖息在叶欢颜神魂里的那抹神识，而是他的本体。羽化此时陷入了沉思，动手还是不动手？丹劫至，说明9转金丹有1半的几率能炼成。羽化舔了舔唇，保命圣药9转金丹的诱惑，就连他也难以抵挡啊！9转金丹若渡劫失败，此女自然也就无缘魁首，妨碍不到叶欢颜。若渡劫成功，羽化眼中闪过一抹势在必得。那这颗9转金丹我要定了，事后再在别的地方补偿叶欢颜的女人好了，难不成她还敢跟我置气吗？高台上，军舰与众长老彻底坐不住了，纷纷起身步下高台，紧紧地盯着位于雷云阵中心范围之内的一人一鼎。他们已震慑到失语，丹劫竟然引来了丹劫呀！这说明9转金丹已经凝结而成，只待经受天雷洗礼。军舰等人平素再如何自命不凡，此时也不得不承认，哪怕少女最后失败了，9转金丹未能扛住丹劫，他们在丹道上的造诣也是远不及她的。就凭少女能做到引来丹劫这一点，已经证明了她的实力。九州各地抬头仰望天幕的人，亦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他们
今日能够亲眼见证九转金丹的问世吗？仙医那灰扑扑的小绸顶能扛得住天雷吗？我好担心炸炉呀！呸呸呸！你个乌鸦嘴，可别乱说话。我觉得不用担心，难道仙医没考虑到这一点吗？既然他选择用那个小绸顶，想必那丹顶确实有独特之处吧。也是。雷云滚滚，粗壮的紫色雷霆朝着刘彦鼎中已经成型的丹药狠狠地劈下，电流绕着丹药和鼎身滋啦啦作响。南嫣然牙关紧咬，汗珠大颗大颗沿着他苍白的面颊滚下。从开始炼丹到现在，已过了3个时辰，也就是半天。南嫣然的精神力一直是处于消耗状态，对于丹火火候的掌控需要拿捏的100%精准，不得有一丝分神。精神力大量消耗，使得他脑中一阵阵刺痛，但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还是次要的。炼丹最消耗的是神魂之力，高品炼丹师神魂强度绝对是远超肉身的。神魂强度不易提升，有益于神魂的天才地宝少之又少。传统养魂断魂的方法需要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努力，方能有一点见效。这也是高品炼丹师基本都是数百上千岁的原因之一。提升神魂强度真的很耗时，不是短时间能奏效的。是以南嫣然炼制9品丹药带给众人的震撼可想而知。因为他才10几岁啊，按常理来说，这个岁数的人神魂强度是完全无法支撑其炼制高品丹药的。神魂之力的流失相当于身体在一点点被掏空。毕竟是第一次炼制9品丹药，到了这最后关头，南嫣然已经完全是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在坚持了。刘彦鼎忍不住出声安抚自家主人：主人，就快结束了，加油，再忍忍。一道道天雷降下，南嫣然竭力稳住自己，以免一个不慎使得鼎中的丹药被天雷劈毁。当第9道，也就是最后一道天雷落下时，南嫣然的眼前已有重影浮现。他狠狠地咬了一下舌尖，硬是挤出全身最后一丝精力，用以维护鼎中的丹药。刘彦鼎颤动起来，众人的心神也随着刘彦鼎的颤动而颤动。有担心炸炉的，有期待炸炉那一幕发生的。鼎中一颗通体金色的圆润丹药急速旋转着，一点点吸收落在南嫣然身上和鼎内鼎外的雷霆。当雷霆被金丹吸收殆尽时，刘彦鼎停止颤动，9道丹纹于金丹上浮现，丹体纯净润泽，无一丝杂质。紧接着雷云散去，此方天地恢复之前的明亮。所有人瞪大眼睛盯着刘彦鼎，问出同一个问题：丹成否？答案当然是成了。9转金丹不仅成了，诞生灵智的他深知自己作为丹药会被吃掉，第一时间就想跑路。然而刘彦鼎早有准备。哼，想跑没门！刘彦鼎冷哼一声，发出一道结界封住了鼎口，使得9转金丹不得而出。主人前世又不是没有炼制过9品丹药，他可是有经验的，又怎会让丹药跑了？9转金丹拼命撞击着结界。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本鼎劝你放弃幻想，认清现实。我家刘彦真棒，若9转灵丹跑路了，现在虚得不行的南嫣然还真没力气去追。南嫣然取出灵参果以及几样补充体力的丹药服下，灵参果一入腹，他因为过度使用精神力导致刺痛不已的脑袋顿时舒服了起来。体力恢复大半后，南嫣然苍白的面上也有了一些血色。他从刘彦鼎内取出9转金丹。放开我！9转金丹极力挣扎，南嫣然又怎会如他所愿？他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9转金丹炼出来，可不是为了让他逃跑的。他掌心灵力涌动，一个圆形透明结界将9转金丹笼罩其中，不仅断了他逃跑的可能，更让他无法化形。场内外无数双眼睛盯着南嫣然与他手中的9转金丹，迸发出各种各样的颜色：震惊、垂涎、
艳羡、崇拜不一而足。仙医竟然真的练出了九转金丹，15岁的九品炼丹师啊！我天哪！就在这时，一道紫色光柱从天而降，笼罩住南嫣然。看到紫色光柱，九州人士简直要疯了，那神情比看到南嫣然练出九转金丹还要不可思议。大道馈赠！是大道馈赠！广场内外的喧嚣被紫色光柱笼罩的南嫣然听不到，他的耳边唯余一声声飘渺的大道梵音。南嫣然感觉到有一股玄妙的力量降临在他身上，那力量蕴含着大道奥义。南嫣然的修为境界开始一阶一阶增长，最终迈入了灵王境，止于1阶灵王境巅峰。感受到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南嫣然露出了一抹如释重负的笑容。他选择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炼制九转金丹，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大道馈赠，提升修为。以丹入道，以剑入道，以乐入道，以阵法入道。世间道法万千，当一个人在自己追求的道上取得了极为不凡的成就，将会得到大道馈赠。紫色光柱消失后，南嫣然的心脏猛然爆发出一股灼热感，这股灼热感持续了几息之后消退。南嫣然眸色惊异，这是怎么了？看着南嫣然接受大道馈赠后修为大涨，在场之人无不羡慕。古往今来，芸芸众生之中能得到大道馈赠的也只有那么一小撮人。唉，这种幸事羡慕不来啊。众人羡慕完，后知后觉地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南嫣然他晋级灵王没有渡劫。为何会没有雷劫？即便是大道馈赠，但雷劫还是要渡的呀。这也太奇怪了，没渡劫，提升的修为能巩固吗？应该不能吧。能练出九转金丹，而且品质还是极品，仙医的神魂强度该有多变态啊！众人议论纷纷，疑惑不已。对于没有雷劫这事儿，南嫣然并未放在心上。修为境界稳不稳，他这个当事人再清楚不过了。至于自己晋级灵王为何不用渡雷劫，南嫣然猜很可能是因为他身怀寂灭陨雷，寂灭陨雷能召唤号令天雷，有更强的寂灭陨雷在，想怎么淬体就怎么来，他又何须渡雷劫呀？九转金丹一出，这届炼丹师大比的魁首当属谁已是不言而喻。亲眼见证九转金丹问世，叶欢颜大失所望。他闭了闭眼，心中的怒火难以遏制，传音质问自己神魂里的那抹神识。神尊，你答应过我会出手的，为何还是让此女成功炼出了九转金丹？然而叶欢颜等了许久，却未得到对方半点回应，这令叶欢颜愈发恼怒。事已至此，他再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也没办法了。南嫣然炼制九转金丹用了半天时间，其他99位炼丹师皆在他之前完事。那99人，除去炸炉和炼丹失败未能成丹的，还剩80人。军舰与众长老早已品鉴完这80位炼丹师炼出的丹药，排出了名次。现在南嫣然的极品九转金丹问世，无需品鉴，所有人的名次皆往后退了一位。前3甲之外的排名由长老们宣布，前3甲的排名则由会长军舰宣布。军舰心中发苦啊，面上却不得不做出平静之色，只因他的孙儿军石商并不在他要宣布的前3甲名单内。场内外无数双眼睛盯着，想要做点手脚都不可能。本届炼丹师大比100强榜第6名军石商，代表炼丹师公会参加大比。第5名叶欢颜，代表灵医谷参加大比。第4名吕成。没想到代表某某势力参加大比的人，说明报名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的。吕成亦是夺魁热门人选之一，将近100岁，参加过好几届大比。叶欢颜和军石商脸上的微笑勉强极了，
两个人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前3甲不入也就罢了，名次竟然还在吕程后面。长老们宣布完前3甲之外的排名后，名单上的人的报名信息与炼制的丹药也以水幕的形式展现于所有人眼前。叶欢颜、君石商、吕程炼制的皆为5品丹药，不同的是，君石商的是5品丹药中炼制难度最低、市场售价最便宜的辟谷丹，皆是下品。叶欢颜的丹药也是下品，但它的炼制难度和市场售价都比君石商高一点，因而排在了君石商的前面。吕程和叶欢颜选择炼制的丹药一样，是生发丹。他排在叶欢颜前面的原因是，他的生发丹品质是中品。接下来，军舰宣布前3甲得主。本届炼丹师大比100强榜第3名，宋蕊、宋墨并列，2人皆代表药王殿参加大比。第2名白翩翩代表中州学院炼丹分院参加大比。第1名凌冉代表药王殿参加大比。3人的信息与所炼丹药皆呈现于水幕之上，供所有人品评。宋墨、宋蕊兄妹俩炼制的是5品易容丹，品质为上品；白翩翩炼制的是5品护心丹，品质亦为上品。护心丹的炼制难度和市场售价在易容丹之上，因而白翩翩的排名在宋墨兄妹前面。前3甲的名单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莫大的议论。并列第3的2位与仙医皆来自药王殿，为何我从未听说过有药王殿这么一个势力啊？我也没听说过，能拥有仙医这么一尊大佛，那药王殿不应该名声不显啊？药王殿你们都不知道，虽说早800年没落了，但药王殿好歹是将咱九州的医道和丹道文明推至顶峰、发扬光大的鼻祖，对大陆的贡献功不可没。仙医3人所在的药王殿，与1000年前的药王殿是同一个吗？亦或只是同名？这还用问？肯定是同名啊！1000年前的药王殿都不存在了，仙医3人这一手炼丹本领跟谁学啊？谁能告诉我，现在这个药王殿在哪儿啊？仙医他们又是师从何人？我也想知道。南嫣然抬头望了一眼天幕，唇角勾起一抹浅浅的笑意，让药王殿之名再度响彻九州，他做到了。想必此刻同样望着天幕的义父，心情定然是愉悦的吧。如南嫣然所想，在灵南楼里的药王与慕婵娟他们这会儿简直不要太开心。虽说在药王他们看来，南嫣然夺魁是必然的，但作为亲人的他们就是开心啊。更何况南嫣然还得到了大刀馈赠，晋级灵王。原来客栈带队导师见白虫一脸呆滞，半天都未回过神来，以为自家院长是因为孙女儿白翩翩未能夺魁而失落，出声安慰道：院长，翩翩已经很不错了，只是对手太强，您别……白虫压根没注意导师在说什么，忽然兴奋地大吼一声：老夫要拜仙医为师！导师都傻了。院长，你认真的吗？仙医炼出9转金丹，证明他有9品炼丹师的实力，确实有资格当院长您的师尊。可是您俩的岁数差的也太多了吧？看着激动不已的白虫，导师摸了摸鼻子，还是没敢将心里话说出来。天极广场宣布完大比的最终比试结果，接下来就是给前3甲得主发放奖励了。军舰暗暗地叹了口气，将早已准备好的奖励取出。一个盖着红绸的托盘出现在众人眼前，红绸上躺着3个储物戒，给前3甲的奖励放在了储物戒里。军舰将3枚储物戒依次递给宋蕊、宋墨、白翩翩、南嫣然。拿到储物戒的第一时间，南嫣然最关心的自然是里面的奖励，是否真的有他想要的赤阳草。他分出一缕神识探入储物戒，下一瞬，一株通体火红散发着炽热气息的灵草映入眼帘。看到那株灵草，
南嫣然提起的心当即落到实处，那灵草正是赤阳草，破除阴阳咒的最后一物终于到手了。赤阳草只是奖励之一，在他旁边还有2只盒子。南嫣然收回神识，决定回去后再看那2只盒子里是什么。至此，炼丹师大比已至尾声。南嫣然瞥了一眼还在不停撞击结界想要逃跑的九转金丹，直接将它封入丹药瓶，扔进了空间。给前3甲得主发放完奖励，最后一个环节则是征询本届炼丹师大比的100强意愿。进入100强的炼丹师，可在炼丹师总工会、灵医谷、中州学院炼丹分院中任选一方加入。前3甲得主若愿加入这3方势力之一，更能成为其所加入势力的掌舵人的亲传弟子。100强炼丹师中若有人不愿，也可拒绝，并不强制。南嫣然当然是拒绝了，别说他是药王殿的人，即便不是，也没有意愿加入那3方势力。南嫣然的拒绝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毕竟身为9品炼丹师的南嫣然自己就可以开宗立派了，完全不需要加入别的势力，也没有人有那个实力指点他在丹道上的修行。在100强炼丹师皆做出选择，愿意加入3大势力之一的炼丹师拿到入门信物之后，军舰照例来了一番官方发言，继而宣布本届炼丹师大比落幕。宣布完，军舰并未退场，而是抢在所有人之前询问南嫣然：不知仙医可愿出售9转金丹？有何条件？仙医尽管提。之前军舰欲招揽南嫣然入炼丹师公会时，面对南嫣然，他还是有自持身份、高高在上的那味儿的。而此时此刻，军舰对着南嫣然再也摆不出居高临下的姿态，只因他眼前的少女乃是大陆第1炼丹师，在丹道上天资卓绝也就罢了，少女的灵力修为同样一骑绝尘。10几岁的灵王修士，放眼9州屈指可数。南嫣然想到昨日比试时突然爆炸的丹炉，对金剑实在没什么好印象，语气冷淡：抱歉，9转金丹来之不易，我不打算出售。军舰眼里划过一抹失望，虽然他本来也没抱多少希望。既如此，那本座也就不勉强仙意了。其他围上来与军舰有着一样意图的人闻言，只得将到嘴边的话咽下。不过众人也理解南嫣然，9转金丹那般珍贵，换了他们也会留待自用。9转金丹没希望，众人也没忘了别的丹药，一双双灼热的眼睛望向南嫣然。仙爷，那您昨日炼的安神丹，前日炼的聚气丹和续脉丹，可有意向出售？得不到9转金丹，得到这几样丹药也是好的呀。他们还没尝过极品丹药是什么滋味呢。其他地方的人看到这一幕，只恨自己不在现场，被在现场的那些炼丹师给抢占了先机。仙医，还有我们，您前2天炼制的丹药，我们也想要啊！一时间，诸如此类的鬼哭狼嚎声响彻9州。南嫣然看着里3圈外3圈将他包围的炼丹师们，嘴角抽了抽，他清了清嗓子，扬声道：诸位，本人昨日与前日炼制的那些丹药将会交由神都灵南楼出售，诸位若有意，可去灵南楼购买。神都灵南楼，好，我们记住了。虽然众人更希望南嫣然当场把丹药卖给他们，却也不敢勉强他，毕竟丹药卖不卖，怎么卖，是南嫣然的自由。军舰捻了捻手指，压下心头的震惊，含笑道：冒昧的问一句，仙医与灵南楼是什么关系？我是灵南楼明玉长老。仙医的马甲都脱下了，灵南楼明玉长老这一马甲自然也就没必要隐藏了。既然军舰问起，南嫣然索性顺势报马甲。听到南嫣然的回答，军舰险些要管理不好表情了。他闭了闭眼，一股后怕涌上心头。仙医竟然是灵南楼明玉长老。军舰想到昨日比试结束后，自己欲派人行刺南嫣然，若不是主上发来讯息令他打消了念头，
那他可就真的惹上大麻烦了。灵南楼的长老不是他可以动的。后怕之余，军舰愈发好奇，主上他为何想看到仙医出现在今日的比试场上。此时在众人看不见的虚空中，2个男人正在对峙，气氛剑拔弩张。妖媚男人面色不善地盯着挡住自己的男人，阴恻恻地道：司空案，你竟敢阻拦本座夺取九转金丹，难不成你也想要九转金丹？面对羽化的质问，司空案神色没有半分变化，依旧是那副卓氏家公子的娟雅模样，薄唇微起。是。跟本座抢九转金丹，就凭你？比起九转金丹，我想神尊更需要此物。看到司空案掌心之物，羽化呼吸猛地一滞，那是一块金色骨头。羽化满眼不可思议：你已经修出了噬神骨？震惊过后，羽化紧接着就是狂喜。半神境巅峰的修士若要成神，须得经受混沌圣火的洗礼。万族中只有一个种族例外，那便是噬神族。只要修为够了，且度过雷劫，噬神族无需经受混沌圣火的洗礼，亦可凝聚神格，晋升成神。噬神族的特殊不止于此，这个种族的人的噬神骨同样可以让人免受混沌圣火的洗礼，晋升为神。半神境巅峰的修士在炼化了3块噬神骨渡劫成功后，必然成神。噬神骨并不是噬神族身体里的随便一块骨头，而是通过修炼噬神族秘法之后，于体内随机一个部位长出来的金色骨头。每个噬神族一生修出的噬神骨不超过3块。司空啊，你果然没让本座失望。要知道，噬神骨可不是那么好修出的，想修出噬神骨的噬神族至少得是仙人，而司空案离成仙还远着呢。即便是仙人的噬神族，也得花上1000年万年时间，才有可能修出1块噬神骨。司空案打破惯例，在并非仙人的情况下，这么快就修出了1块噬神骨，怎能不令羽化惊喜？大赵神国的皇族司空一族是噬神族的一脉的传言，羽化在初至九州时便有所耳闻。后来自从自家主子那获知混沌圣火和噬神族的特殊后，他多番查探过司空一族的底，并未发现司空一族与噬神族有所关联，只以为是谣言。羽化眸色冷沉，若不是为了铲除情敌，得到自己的小师妹，这司空案也不会向我自曝他是噬神族。因为有秘术掩盖，外人才查探不出司空一族与噬神族的关联。现在想要9转金丹，10有8九又是为了那个女人，还真是个情种啊。噬神族一旦将自己修出的3块噬神骨赠予一人，这就等于将自己的命交到对方手上，成为对那个人忠心不二的噬神者。将噬神骨从体内取出的过程，亦是常人所难忍的。我不阻拦神尊夺取9转金丹，只要神尊发誓2日之内夺得9转金丹后将丹药给我，这块噬神骨就是神尊的了。羽化哈了一声，那张妖邪媚颜上浮现浓浓的不悦。你让本座发誓？天道誓约是最行之有效的约束，我只信这个。好好好。羽化不怒反笑，放弃9转金丹固然可惜，但在这片大陆除了王上，想来也没有人能伤得了他，应该不需要9转金丹保命。噬神骨对他来说更重要，若不随了司空院的意，这厮定会毁了噬神骨。发完誓，羽化一把从司空案的手中夺过了噬神骨，然后冷声道：司空案，既然你天赋异禀，
剩下2块噬神骨，可别让本座久等。虽然他离半神境还远得很，也未脱离九州这个破天道封印的囚笼，但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越早拿到3块噬神骨炼化了才安心。神尊，还是先为我取来9转金丹吧。话落，司空暗微微欠身，紧接着身形逐渐虚幻，消失在原地。羽花面色一阵变幻，舌尖顶了顶上颚，冷笑道：不惜用噬神骨与本座交换9转金丹。司空暗，即便本座不杀你，你也迟早会死在情这个字上。炼丹师大比圆满结束，南嫣然从一层层包围圈中走出，离开炼丹师总工会，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在所有观看过本次炼丹师大比的人心中，这场大比的精彩程度远胜历届大比，尤其是9转金丹的问世过程，值得无限回看。无数人用画影镜将南嫣然这3日的炼丹画面保存了下来，有人风光，有人落寞。君世商和叶欢颜几乎是以逃离的姿态退出众人的视野。如今的结果是2人完全不曾料到的，别说魁首，他们竟连第2名、第3名都不是。自是绝世天骄的2人，此番可谓是备受打击。本以为只要给南嫣然使绊子就行，其他人皆不足为惧。然而现实是，即便没有南嫣然，前3甲也没有他们的位置。灵南楼，南嫣然一回来，便将赤阳草、玄阴草等6样解阴阳咒之物交给玉，促使男人赶紧解咒。玉微微俯身，在南嫣然的额头落下轻柔一吻，他迷人的墨眸内浮荡起细碎的流光，嗓音缱绻：冉冉，谢谢你。南嫣然嗔了自家男人一眼，表情促狭。这逆生咒也不是一无是处，它让我看到了缩小版的你，哼，真可爱。闻言，玉只能无奈又宠溺地看着自家媳妇儿。可爱，有生以来也只有这丫头会把这2个字和他挂钩了。玉捏了捏南嫣然的脸，我进空间解咒，你陪陪义父他们。好。玉进空间后，南嫣然一转身，对上几双看戏吃瓜的眼，不由面色微难。挺好，浓情蜜意。蜜里调油。哼，甜甜蜜蜜。无涯老人沉默不语，实在是不知道要说啥。南嫣然轻咳一声，若无其事。那个，你们的祝福我收到了，放心，我和玉的感情会一直甜下去的。药王4人绝倒，南嫣然无辜地看着4人。今天练9转金丹累到了，需要吃好吃的补补。补，必须补。想吃什么，姑姑亲自下厨给你做。谢谢姑姑。南嫣然也不客气，报了一串菜名。药王眼睛一亮，记忆里木婵娟的厨艺可是一绝。见木婵娟往后院出分而去，药王下意识跟过去，想为木婵娟打下手。南嫣然望着2人离去的背影，心中轻叹：哈，义父和姑姑光是背影就般配至极啊，一个俊逸非凡，一个清丽绝俗，也不知2人最终会情归何处。无涯老人这2天也大致了解了木婵娟和药王之间的事。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无涯老人对木婵娟可不就是当亲闺女看待吗？对药王这个女婿人选，无涯老人还算满意。不过他并没有在木婵娟面前为药王说好话的打算，一切以木婵娟的喜好为准则。无论是谁，只要木婵娟喜欢就行。无涯老人不会去干涉小辈的感情之事。1个时辰后，南嫣然收到了木婵娟的投喂，满满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吃得肚皮滚圆。吃饱喝足，南嫣然想到了被自己遗忘的某人，顿时有些心虚。她连忙溜进空间，想看看某人情况如何，解咒过程可还顺利。南嫣然一眼便看到在天灵泉旁打坐的玉，玉周身笼罩着一层圣洁的白光，双目紧闭，对南嫣然的到来浑然不觉。
似陷入了入定状态。啊，仙女姐姐！天灵泉欢快地跟南嫣然打招呼。南嫣然走过去，含笑道：“嗨，仙女泉。”人家只是一汪生生不息的灵泉，没有性别的啦。哦，这样啊，了解了。南嫣然半蹲在玉身前，不清楚男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便也没上手碰他，凝视着玉俊美绝伦的脸，南嫣然不知不觉就看呆了，一遍遍以目光勾勒着男人的轮廓，眉眼、鼻梁、嘴唇，而令南嫣然目光停住最久的，莫过于玉那比女子还要长和翘的乌黑浓密的羽结，简直美得犯规。数清了玉双眼共有多少根羽结后，南嫣然轻声道：“我去睡觉了，希望明早醒来能看到破除逆身咒以后的你。”音落，南嫣然离开了空间。是夜，睡梦中的南嫣然在一阵难以言喻的心悸感之下猝然醒转，她一睁开眼便对上了一双邪佞的眼眸，那双眼里浮现些许惊讶之色，似乎没想到南嫣然会突然醒来。黑暗中，那人的低笑声响起：“小丫头，交出九转金丹，本座饶你不死。”南嫣然瞬间自榻上一跃而起，与闯入自己屋中的不速之客拉开距离，冷冷道：“你是谁？能无声无息潜入灵南楼，不惊动护楼者以及义父他们，此人的实力强到了何种地步？”“你不必管本座是谁，想活命就乖乖交出九转金丹。”闯入者的语气已含有一丝不耐。话落，他眸子一眯，强大的威压释放出来，在对方的威压下，南嫣然霎时间浑身无法动弹，连一丝声音都发不出。灵南楼位于神都最繁华的地带，闯入者不欲在此多留。他拎起南嫣然，隐匿住两人的身形，像风一样从打开的窗口离去，奔向浓重的夜色。修士强大到一定程度，飞天遁地，一瞬千里，不在话下。一个呼吸的时间都不到，那个人就带着南嫣然降临在一处光秃秃的荒山上。南嫣然感觉到束缚自己的威压消失，旋即听到把他掳来此地的人的命令：“小丫头，交出九转金丹，并且再炼一颗此丹。本座可不是怜香惜玉的人，拒绝和反抗会让本座不高兴呢。”说话之人的面上流露出深深的恶意，不是羽化又是谁？他没有直接杀人夺宝，乃是因为他并未放弃对九转金丹的觊觎。因为司空暗献上了弑神蛊，羽化立下了天道誓约，不仅不得与司空暗争夺九转金丹，还得在2日之内帮他拿到丹药。既然如此，羽化只能够让南嫣然再炼一颗九转金丹了。南嫣然盯着羽化，心绪颇为不平静。这份不平静不只是对垂涎自己所有物的强盗的厌恶，还有一丝莫名的杀意。南嫣然很确定，那杀意并非是因为此人威逼他炼丹，可具体是因为什么，他又捋不清。对方的实力深不可测，至少碾死枸杞之流，就如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被掳来这距离灵南楼不知多远的荒山，南嫣然心中有些庆幸，这样就不必连累义父和姑姑他们，以及楼主等楼内人员。南嫣然大脑飞速运转，思索着脱困的对策。他佯装害怕，弱弱道：“阁下，不是我想拒绝，而是炼制九转金丹的难度摆在那儿，炼一次也耗尽我全身精力，短时间内再炼的话，成功率不会有多高。而且炼制九转金丹所需的灵药我也没有了。第一条是真的，第二条嘛，自然是忽悠羽化的。”羽化脸一沉，眼中凶光毕露：“你在拖延时间，想等人来救你？本座劝你死了这条心，落到本座手上，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阴冷的话音一落，羽化再度释放威压，想让不听话的南嫣然吃点苦头。南嫣然目光一凛，又来，简直欺人太甚。南嫣然顶着那一股似要将他碾为肉酱的威压，艰难地调动雷灵力，
凝聚一个个雷球，攻向羽化。身子夹带黑色的雷球，威势慑人，赫然是寂灭陨雷。即便寂灭陨雷威力强于天雷，南嫣然心中也是不太乐观的。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了寂灭陨雷就能展现灭神，世间无敌了。那样的话，他还用修炼吗？直接躺平当咸鱼就行了。宝物再厉害，也要看使用它的人的实力，能不能让它发挥出全部的威力。南嫣然毫不怀疑，寂灭陨雷与他的其他底牌可助他越级击败灵皇强者，甚至与灵尊强者有一战之力。可对方的修为若高出他3、4个大境界，甚至更多呢。寂灭陨雷能再开挂，也不至于开到那么离谱，直接将那等强者通通灭杀。毕竟人家的实力已是经年累月刻苦修炼中得来的。羽化见南嫣然在他的威压下还能调动灵力，面色有些惊讶。要知道他可是实打实的仙人，此女灵王境的修为，以他的年岁来看，确实奇货可居，但在他的眼里与蝼蚁无异。羽化嗤笑一声，不闪不避，徒手去接那些攻向自己的雷球。羽化痛哭一声，震惊地看着自己鲜血淋漓的右手。只见他的手掌被寂灭陨雷贯穿，从手心到手背出现了一个圆洞。羽化大怒，眼神阴鸷地盯着南嫣然，露出一个嗜血的笑。是本座大意了，本座已经很久没受过伤了。很好，你竟敢伤了本座，那想必也做好神形俱灭的准备了。切，管你大没大义，伤到你就是赚到。这时南嫣然感到身上的威压一重，他有灵力运转滞涩，到丹田宛如被封印，彻底调不动灵力。知道对方要动真格了，南嫣然也不陪人玩了，意念一动，他人便出现在了空间。与此同时，羽化的攻击落空，羽化面色难看，那丫头竟然凭空消失了。就是凭空消失，若是使用某种术法遁走，他不可能感觉不到灵力波动。况且在他的威压下，那丫头连灵力都动用不了，与凡人无异，怎么可能跑得掉？死丫头，你一定还在此地。本座将这儿掘地3尺，看你能躲到哪儿去。接下来羽化如他所说，对着这片荒山狂轰滥炸。除了地下，地上羽化也没放过。空气因他强大的灵力波动，发出一声声爆鸣。空间里，南嫣然没敢将神识探出空间，查看羽化的动向，以免被他察觉。不过他也能想象得出羽化这会儿是什么反应。南嫣然面露沉思，对方不是一般的强，他到底是什么人啊？而我对他那莫名的杀意又是由何而生？不知道答案，南嫣然郁闷地在天灵泉旁坐下，双手托腮，凝视着仍在入定中的玉。话说我都不知道玉的修为在什么境界，比之正在空间外发疯的那人如何呢？就在南嫣然好奇这一点时，整个空间忽然震动了一下，而后亮起金光。南嫣然眉头微蹙，啊，怎么回事？待浮动的金光消失，一个光团飘在了南嫣然眼前，紧接着不辨男女的童声从光团上传出。主人，我有办法助你拿下那个要杀你的人。我？主人？你是？光团飘到了南嫣然的手上，蹦跶了2下。主人可还记得世外天之灵？当然，他怎么可能会不记得？只是那日将世外天移进空间以后，世外天之灵就再也没有动静了，他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南嫣然盯着光团，心头浮现一个猜测：难道你是？可是世外天是一处洞天福地，宝地会诞生灵智，却不会生出灵体，宝地的灵就是宝地本身。光团点头又摇头，不是世外天之灵，也不只是它，还是苍穹玉器灵。主人将世外天移进空间后，
世外天之灵唤醒了一只沉睡的苍穹域空间气灵，天灵和气灵从而开始融合。融合过程中，天灵与气灵能看到和听到空间内外发生的事，却无法跟主人灵通气。直到方才，天灵与气灵融合完毕，形成了舞。光团转了个圈，语气期待。全新的舞，请主人赐名。南嫣然消化着光团的话，原来如此。他还以为世外天之灵是因为在空间里水土不服才沉寂了，打算闲暇时找出隐蔽的好地方，把世外天从空间移出来。感情人家是和苍穹域空间气灵融合了。南嫣然笑眯眯地看着光团，给你取名啊。光团就真的只是一团圆不溜丢的金光，没有实体。咱家已经有了一个团子，你就叫金蛋，怎么样？金蛋。光团瞅了瞅自己，月末觉得自己的模样确实像一颗金蛋，便没有反对。好呀，我以后就叫金蛋了。南嫣然莞尔，想到什么，南嫣然笑意一脸，沉声道：金蛋，你方才说你可助我拿下外头的那个渣渣，此话当真？千真万确。说着，金蛋飘到了南嫣然脸上，与她的双眼贴了一下。南嫣然只觉得眼睛出现了一股清凉感，再抬眼，空间外的情形落入了她的眼中。只见荒山已夷为平地，面色阴鸷的男人凌空而立，正一掌又一掌地轰击着地面和空气，尘土飞扬，音爆阵阵。南嫣然目光微冷，看样子这个男人是不抓到他不罢休啊。主人，您现在不用将神识探出空间外，也能看到外界的情形了。南嫣然点了点头，期待金蛋下文。金蛋接着道：主人将那个渣渣引进空间，吾可以利用空间规则压制住渣渣的力量，但目前吾只能做到维持3息时间，3息过后渣渣就会恢复力量，所以主人要在3息时间内彻底制服渣渣，让他再无反抗之力。1息是一个呼吸的时间，2、3秒，3息不过10秒。南嫣然难掩惊讶，空间规则？难道苍穹域空间如同外面的世界一样，诞生了自己的世界规则？没错，就是主人你想的那样，只不过各项规则都还在萌芽状态，离瓜熟蒂落彻底完善还不知道要多少年。南嫣然深吸口气，也就是说苍穹域空间将演化出一个新世界。关于苍穹域的来历，南嫣然已经从木婵娟那知晓，乃穆渊庭生来所携带之物，也不知苍穹域真的只是穆渊庭的半生神器，亦或另有来头。但此时也不是探究这个的时候，外头还有一个大敌要对付。南嫣然暂时压下好奇，凝神沉思，如何在3息时间内彻底让那个男人失去反抗之力呢？即便对方被金蛋利用空间法则压制住了力量，但以他那恐怖的实力，他的肉身强度定然也是极其恐怖的，丹田更是修士重重保护之处。如果那个男人穿了高级防御护甲，他没能在3息时间内破开护甲与他的肉身，废了他的丹田，那倒霉的就是他了，还会连累入定了的狱。这事大意不得，须得有100%的把握才能实行。用混沌圣火灭杀？南嫣然摇头，他还没有捋清楚对那个男人的杀意源自何处，死了的话就没法搜魂了。南嫣然有种直觉，那个男人绝对与他或他认识的人有着某种渊源。他看着空间外逐渐狂化的男人，在心中一一细数自己的底牌，思量着拿下对方的好办法。若实在不行，只能一杀了之了。南嫣然在将拥有的底牌过滤到一半时，一种丹药闯入他的脑海。南嫣然眸光一亮，傀儡丹？是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比傀儡丹更适合派上用场的宝贝呢？让那个男人服下傀儡丹，
他就是对他言听计从的傀儡了。对穿越前炼制的傀儡丹，南嫣然是很宝贝的，因为炼制傀儡丹所需的药材有几样在这个世界不存在，即便是在南嫣然穿越前的星际，那几样药材也几乎绝种了。总共5颗傀儡丹，当初南嫣然已在古兰国长公主兰陵妃和冒充南文天的兰陵妃手下王红身上用掉了2颗，还剩3颗。这3颗傀儡丹南嫣然一直没舍得用，一是没有碰到必须要用傀儡丹的境况，二是用1颗少1颗得用在刀刃上，现在用在刀刃上的时候来了。金蛋瞧见南嫣然的神色，主人想到一击制敌的好办法了。我这就让那个人引进空间。主人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渣渣一进入空间，便会调动不了任何力量，您抓紧时间收拾他即可。南嫣然颔首，傀儡丹已经在他手中待命。他故意将一道神识放出空间，暴露在羽化的眼皮子底下。羽化几乎是瞬间就捕捉到南嫣然的神识，咬牙切齿。臭丫头，你果然还在此地，这下看你往哪里跑！抓到了神识，还愁不能通过神识找到本体吗？羽化身影一闪，南嫣然的那道神识虚影就被他牢牢禁锢住。神识虚影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羽化意识到不对劲，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南嫣然能将人带入空间，他的神识自然也能。在羽化灭掉南嫣然神识的那一刻，他已身不由己地出现在了空间里。羽化还未看清这是什么地方，便惊骇地发现他调动不了灵力了。此刻的他就是个肉身比较厉害的凡人。南嫣然也不含糊，瞬闪至羽化面前，他释放出的威压令无法反抗的羽化动弹不得。羽化目眦欲裂，臭丫头，你要……南嫣然冷冷一笑，直接卸了羽化的下巴，将傀儡丹送入他口中。傀儡丹入口即化，且见效极快。羽化脸上的狰狞之色一点点褪去，看着南嫣然的眼神也被恭敬所取代。他再次开口时，对南嫣然的称呼已是主人。金蛋飘在南嫣然的肩上，不可思议道：这是收服他了。主人，你也太厉害了吧！这还得多亏了金蛋你，没有你我进不了他的身，又怎能将傀儡丹给他喂下？那主人与吾都厉害，主人现在要怎么处理他？他神力不俗，当个打手是合格的。先弄清楚他的身份。南嫣然撤去威压，懒得一句句盘问羽化，直接唤出七色魔莲对他搜魂。时间1分1秒的过去，看着七色魔莲投射出来羽化的记忆画面，南嫣然身上的寒意愈来愈重，眼中如有冰晶凝结，空气里的气压低到了极点，金蛋大气也不敢出一下。南嫣然微微偏头，视线转到羽化脸上，红唇轻启，似感慨又似喟叹。原来你就是害我家破人亡的劳什子狗神尊呐！南嫣然的傀儡丹特殊在并不会让羽化同常规意义上的傀儡那样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羽化的意识还在，但他的意识从根源上发生了改变。在羽化心中，南嫣然就是他誓死效忠的主子，对于南嫣然发出的指令，羽化必须执行，就如当初的兰陵妃与王弘那样。对上南嫣然眼里的可怕怒眼，羽化右腿一屈，单膝跪地垂手道：主人息怒。息怒？南嫣然只想当场活刮了羽化，那样的血仇叫他如何息怒？金蛋怕南嫣然一怒之下结果了羽化，连忙劝道：主人，这货还有利用价值，您暂且忍忍，待将它的价值榨干后再收拾它。南嫣然闭了闭眼，极力克制着心中汹涌的杀意，目光再次落到投射着羽化的记忆画面的虚木上。你说的对，他怎么能轻易死去呢？羽化活了几万岁，记忆简直不要太长，即便略去了大量无意义的记忆，南嫣然浏览完羽化的一生还是花了3天时间。不过空间里有楚天青送的时间加速灵阵，里面10天相当于外界1天，
因而外界也才过去了几个时辰。在外界天亮时，南嫣然怕药王他们发现他失踪以后担心，用传讯时给他们报了个平安。南嫣然神色凝重，羽化的记忆透露出的信息量太大。此人原是宇外神庭4大尊神麾下的得力干将，应奉命寻找身负光暗两系天赋之人，来到宇内万千小世界，最终于1000年前踏足并驻留九州。他背叛了那什么4大尊神，转而效忠被他意外唤醒藏于幕后的另一条大鱼魔族始祖太古魔王。南嫣然也知道了前世身为九州之主的自己为何而陨落。上界的所谓仙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要血祭整个九州。段无锡发现了上界的阴谋，与自己的10位护法商议，准备一起飞升上界，拿下上界化世权，制定上界之人不得无辜残害下界生灵的法则法规。成为上界之主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事儿，在理想实现之前，九州的安危必须得到保障。段无锡曾偶然得到一张名为封天阵的布阵图，封天阵可封印一方界域，被封印的界域里面的人出不去，外界的人进不来。段无锡决定以封天阵封印九州，待上界带给九州的威胁解除，再撤去封天阵。刚好布置封天阵需要11位修为至少在灵地境的修士，1人位于阵心，10人位于阵眼。段无锡与10大护法完美符合布阵要求，11人成功度过了飞升雷劫，在去往上界前联手布置封天阵。能封印一方界域的阵法自然蕴含无上伟力，布阵一旦开始，中途便不能有人撤去力量退出，否则所有人将遭受反噬。反噬会让位于阵眼之人重伤垂危，而位于阵心之人100%会生死魂消。段无锡对于自己一同长大的伙伴的信任毋庸置疑，当仁不让地踏上了阵心的位置。但可惜的是，10位护法中有2位辜负了他的信任，那2人便是溶液和云姬。他们的关系不只是伙伴，还是一对道侣。不知何时遗失了初心的2人，与段无锡等人已不在同一条路上。羽化只是稍加诱惑，2人便投向了他，准确的说是投向羽化背后的太古魔王。羽化和太古魔王同段无锡倒没什么仇怨，2个人又不是没见过世面，还不至于稀罕一个九州之主的位置。恰恰相反，羽化和太古魔王对上界想要血祭九州这一点是乐见其成的。盖因太古魔王从羽化的口中得知身负光暗两系天赋之人存在后，便视对方为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奈何羽化除了知道对方在九州，却寻不到对方的具体踪迹。上界之人的意图无疑给打瞌睡的羽化送来了枕头。他认为若九州被血祭，那尚未成长起来的光暗同体者殒命的几率将会极高。然而段无锡要保护九州，这就同羽化和太古魔王的诉求冲突了。后者哪能让段无锡如愿呢？可不得授意溶液和云姬被此救助。在封天阵即将成型时，溶液和云姬骤然收手，退出了自己所处的阵眼。半成型阵法中汇聚的原本要封印九州的伟力，极其反噬向段无锡。之后发生的事令藏身于暗处窥视的羽化震惊至今。强光笼罩的半成型阵法中，段无锡强忍反噬之苦，将除了溶液和云姬之外的8位护法送往上界，让他们替他去做他未能完成的事。不过其中一位重伤的维持不住人形，化为貔貅本体的护法愣是凭着对段无锡的担心以及对背刺他们的溶液和云姬的憎恨，硬生生地折返了回来。貔貅拖着虚弱的身体与同样重伤的溶液云姬打了起来，没几个回合便都晕死过去。而段无锡的身体已从足部开始如烟般的消散，无力将貔貅再度送往上界。彻底身形俱灭前，段无锡喊出了一句：天道助我！那之后半成型的封天阵突然自动彻底成型，一股无形的力量从阵法中喷薄而出，往整个大陆覆盖，而血泊中的貔貅也忽然消失不见。
羽化这才知道，原来封天阵封印一方界域的力量其实就是天道之力。没料到事情会是这么个发展状况的他，已然来不及逃离九州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封在这片大陆，去不了其他界域。羽化不明白，封天阵明明已经无人压阵，为何还会自动成型？难道天道真的听到了段无锡的呼唤？天道又为何要帮段无锡？她不过就是诸天万界中一个小小的九州女帝罢了。想不明白的羽化只得拎起溶液和云姬，胆战心惊地回去迎接太古魔王的怒火。南嫣然揉了揉眉心，原本与皮皮说好，等他晋级灵王，皮皮就将他前世陨落的原因告知于他。现在他已经是一阶灵王境巅峰，却没想到会是在这种情况下知道自己前世的事儿。南嫣然也大概知道那云姬如今身处何方了。600年前，溶液与云姬踏上探索无尽海之路，想要知道无尽海究竟有无尽头。两个人就此杳无音信。无尽海有尽头，尽头处是一个名为风域的地方。穆渊庭、穆婵娟兄妹便是来自风域。500年前，风域域主抓到了一个在无尽海上漂泊了100年才抵达风域的女人。因为那个女人创建出的传送阵，风域至今为九州共输送了8名卧底。穆渊庭兄妹早已摆脱风域棋子的身份。另6名卧底，南嫣然也通过羽化的记忆一一知晓了对方如今在九州的身份。南嫣然猜测，不出意外的话，风域域主抓住的那个女人就是云姬。至于溶液，若没有云姬的好运气抵达风域，大概率迷失在无尽海上，葬身海兽之口了。从羽化这儿获知的一系列信息里，最让南嫣然精神振奋的莫过于母亲风铃音的消息。南嫣然吸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司空案。嗓音又冷又狠，似裹着冰渣子。母亲她不在圣天角，而是被司空案幽禁于她的安王府。南嫣然并未在羽化的记忆中看到凤铃音的模样。司空案将凤铃音看得跟眼珠子一样，除了他自己，他不允许任何人出现在凤铃音面前。南嫣然强忍杀意，以爱之名行伤害之实，多么变态扭曲的爱啊！司空案怕是做梦也想不到，跑来为他夺取9转金丹的羽化已经成了他的傀儡。这还要感谢另一个人，叶欢颜。羽化原本寸步不离地守在灵异谷禁地，若不是叶欢颜软磨硬泡地把他本体招了过来，他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南嫣然想，这就是猪队友吧。叶欢颜还是叶欢颜，无论穿越前还是穿越后，都不干人事，半点也没有改变。穿越前的恩怨以叶欢颜的死了结，如果叶欢颜这一世不犯到南嫣然头上来，南嫣然当然不会再去找他麻烦。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重活一世的叶欢颜并未洗心革面。叶欢颜派人血洗南国皇宫，尚能狡辩是受南雨荣胁迫，不得已而为之。但为了得到独胜的五毒珠，掳掠独胜，害万毒谷死伤惨重，这就说1000道1万也洗不白啊！即使叶欢颜没有撺掇羽化来对付南嫣然，只凭南嫣然与万毒谷的关系，他也不会放过叶欢颜。而羽化在叶欢颜身上花心思的原因，令南嫣然有些意外。叶欢颜生于异世，长于异世，是实打实的异世之魂。异世之魂，即便在这个世界做尽伤天害理之事，也不会沾染因果罪孽，因为其不属于这个世界。这让计划着毁灭九州的羽化怎能不心动？毕竟害一个大陆分崩离析，生灵灭绝，这样的因果罪孽是羽化几世也偿还不清的。虽然主谋是太古魔王，但太古魔王曾经可是脚踏日月星辰的天地至尊，实力强悍到压根不惧因果罪孽，羽化哪能与之相比？叶欢颜的到来对羽化来说可不就是如同雪中送炭吗？只待时机成熟，羽化就会吞噬叶欢颜的异世之魂，让自己从此告别因果罪孽。南嫣然也不知道该说叶欢颜是幸还是不幸。除了叶欢颜的这档子事儿，
被叶欢颜占据肉身的叶星儿身上也有料。叶星儿8年前出事，不是意外，而是因为偶然撞见了一桩丑事。中州西部以灵医谷、万镇宗、巫神宗这3大顶级势力为尊。巫神宗现任宗主巫耀光育有3位嫡出子女，长子巫世贤，次子巫世明，长女巫梅，次女巫媚。巫梅嫁与灵医谷谷主叶正堂为妻，巫媚嫁与万镇宗宗主楚顶天为妻。有着这一层姻亲关系，3方势力同气连枝。8年前，叶星儿与自己大舅舅巫世贤无意中撞见巫媚与一男子幽会，且巫媚与那男子的言语透露出小女儿巫兰黛并非楚顶天的亲生女儿，而是巫媚与男子的。这也是巫兰黛没有随着楚顶天姓楚，而是随着巫媚姓巫的原因。因为男子不允许自己的女儿跟别的男人姓，不同于二弟巫世明的好色残暴，巫世贤品行端正。即便巫媚是他的亲妹妹，但妹妹背着楚顶天与别的男人在一起，还生下了对方的孩子，这种行为是巫世贤无法苟同的。巫世贤当即就冲上去想要杀了奸夫，劝巫媚回头，却被奸夫反杀。巫媚压根儿来不及阻止。见大舅舅惨死在自己面前，叶星儿哭求巫媚放过自己。亲大哥都死了，对于外甥女，巫媚也没什么不能牺牲的，自己的名声地位更重要。她放任奸夫对叶星儿下手。叶星儿运气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好的是她其实还有口气，并未死透；不好的是叶欢颜恰好在这个档口穿越而来。看到半死不活的叶星儿，叶欢颜大喜，不愿意做孤魂野鬼的他当即上去附身叶星儿。但无论叶欢颜怎么努力，都无法彻底占据叶星儿的肉身。目睹一切，本想给叶星儿补刀的羽化觉得很有意思。魂体叶欢颜身上不同于这个世界的衣物，更令羽化感兴趣。羽化抓住叶欢颜，稍稍一威吓，初来乍到的叶欢颜就什么都吐出口了。得知叶欢颜是意识之魂，羽化便助他夺舍了叶星儿，并留一道神识在他的神魂里，指点他修行。至于巫媚与奸夫为何没对活过来的叶星儿动手，乃是因为羽化与奸夫是同僚。除了羽化，为太古魔王效力的还有一人，不，对方不是人族，而是魔族里的异魔梦族。羽化之所以打算没给死透的叶星儿补刀，也是为那大意了的梦魔扫尾。知道出现在人前的叶星儿是羽化的人之后，梦魔知会了巫媚，两人自然也就不会再出手对付叶欢颜。如今颇得九州民心，以惩奸除恶、匡扶正道为己任的九州司法部，其幕后掌舵者便是梦魔。难嫣然喃喃，真是讽刺啊！谁能知道，不少被九州司法部定义为邪魔的人或势力，其实都是无辜的。那些人有罪就有罪在于得罪了羽化和梦魔庇护的人或势力，挡了他们的路。在九州被天道封印前，羽化自然对主宰九州不感兴趣，毕竟他去过无数跟九州一样的界域，九州实在没有什么能够打动他的。但在去不了其他界域之后，羽化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即使九州终将毁灭，他也要在那之前将这片大陆牢牢地掌控在手中，决定所有人的生死，体会那至高无上的感觉。修为到了灵圣境，可于虚无空间中开辟出一方界地，谓之虚空之界。太古魔王、羽化、梦魔在九州的大本营就在一处虚空之界上。太古魔王几乎没有离开过虚空之界，大部分时间都在沉睡休养生息。4K